刚开始下载那个软件，可能他真的是我就是打招呼的第一个人，聊了有1个月吧，差不多。因为我们俩都是温州的，然后又都在杭州工作嘛，然后就会有很多共同话题。后来第一次见面是去电影院看了一部电影，然后我们俩就第一次面基，就面完基看完电影也没有发生什么，就各回各家了。他经常会问我们第一次吃饭的是哪里，我在想谁记得啊？我能记住第一次看电影叫什么名字就已经很不错了。第2次好像，我从温州回来的时候，他就是也不声不响的就跑到东站来接我，然后接我的时候就是跟他我的一些小把戏，就是他来接我的那个点应该是9点10点左右，然后就是那我不好意思说你已经接到我了，我回家，那你也是可以拒绝的，那我就是跟着他回家就好了。但是那天晚上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吧？有吧？有吗？可以确定是那天晚上就确定了关系，对，不是第2天睡醒吗？就那天差不多吧，反正也过了12点了，没有差别。然后妹妹就在里面出来问我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对，因为我当时跟我妹妹一起住的嘛，就我妹妹问我说那天晚上睡在我们家那个男生是谁，然后我说是你新的哥哥，然后从那天开始到现在，我妹妹就经常喊他新哥哥，不是经常就一直喊我新哥哥，已经喊了8年了，8年的新哥哥，就现在老早就已经是旧人了，还在喊新哥哥。就是我们其实也不是这8年一直在一起，可能在一起半年之后，我可能感觉自己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喜欢他。这个也源于之前的感情经历，就我之前属于那种在感情里面我觉得我好像已经不是很喜欢对方了，但是我仍然不太敢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可能我就是一直拖，然后就在面对这段感情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不要耽误人家，直接就跟他说我们分开吧这样子，然后就中间分开了2个月。就是分开的时候，其实我也反复的跟他确认我们重新复合好不好，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始终没有办法确定。那我觉得我也想进入一段新的关系，然后把他忘了。在我去了一趟日本之后，然后我那次是跟我同事一起去的，然后在日本那边玩的时候就感觉一个人蛮孤单，好像连个说话的人没有，然后结果在日本玩的那7天里面基本上就是跟他在聊天，然后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会拍给他，等到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还是放不下他，然后准备去就是找他，把他追回来，想说给他一个惊喜问了一下我说你今天在家吗？他说在，我说好的，然后就没说了。然后等到我中午巡到他家敲门的时候，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就是有人在家的时候被他碰到了然后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那个时候看到那个人，发现那个人穿着他的短裤他说你找谁？我说我可能走错了吧，然后看一下他们又是在里面我说我来看看猫，就非常的尴尬。我觉得至今想来就是非常尴尬的一幕。在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妹妹跟我说因为他们3个人其实是围在一起吃饭的，她说她手脚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了，脚趾一直在那里抠地板，然后进去撸猫撸了一会儿，就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然后赶紧就落荒而逃了。但我觉得我们俩那一天，就是我还蛮感谢他那一天就是主动来找我，就是如果没有他主动来找我碰到那一幕的话，可能我们最后就这样子错过了。然后跑回家好像还给他去发了短信，说这个大概意思就是以后不要再见面了。你是专门编辑了一条朋友圈，仅我可见。这样吧就戏很多。在经历过这么尴尬的一幕之后，我还要不要跟他在一起？我后来的答案是确定的，所以就家里的另外一位男生就是说了抱歉，有点对不起他，但是我觉得这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吧，就不能说两边都对不起吧。那天就已经将近5、6点钟吧，然后就骑着车去他家找他，他就是红肿着眼睛，然后就非常楚楚可怜的样子，然后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他的一副状态，然后就非常的心疼，就跟他道歉，然后说我还是很想跟你在一起，然后就那天就在一起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分开来过。家人这一块的话，因为只有我妹妹知道，
我妹妹也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哥哥。妹妹结婚的时候，然后我妹夫请了他做他的伴郎。我妹夫接亲成功，然后领着我妹妹从我家里出来的时候，我跟他2个人站在那个房子的两边放礼炮，然后那张照片不知道是谁拍的，就是拍下了我们4个人的合影，4个人都是兴高采烈的这样一张脸。然后我父母是不知道的，然后包括他父母也不知道的。你妈妈有多想啊？她没问你，但有问妹妹。对，我妈妈就是事后有，就是我不在的时候问过我妹妹，就是因为我当时我妹妹还跟我们住一起，就是有问我妹妹啊，那个人家里是做什么的呀？他是做什么？他结婚了没有啊？但是我觉得他心里多多少少应该是有一些猜忌的。你应该也是见过我家里人的，就你爸妈那次突击检查杀到杭州来。然后他到了杭州给我打的电话，说已经在杭州了。然后我说哦，那你已经到了，那我出来跟你吃个饭。他这边嘛，就是赶紧家里卫生打扫一下，就是所有照片都收起来，该收的赶紧收。什么然后结果到了，在地下车库，没有信号，信息发不出去。开门的时候，他还在我们房间里面。然后我妈后面就问：“这个房间是你的吗？”我说：“啊，因为那个时候床头上还摆着我的照片。”我说：“嗯。”然后后面那句话就是为什么他会在你的房间？我说洗衣机在我这边啊，他要过来洗衣服的。我跟我家里人也是有这么一层纸，他们不愿意捅破而已。而且最近还发生了一件，我觉得他跟我之间家人的关系好像更近了一步，因为最近就是我爸爸去世了嘛，然后就在上个月时间。然后当时我其实还在住院，就完全没有办法自己自由的活动。然后当时他就开车从杭州帮我送回到温州。但是回到家之后，其实很多时候我都是要卧床静养的。我自己心里会想要让他就是让我妈妈对他产生一些好感，所以就是会经常让他去帮我妈妈做一些事情啊，就多帮帮忙。我在他家里就是有一些。我觉得表现是比较强势的。第一天到家的时候，本来是病情已经压制住了。2号到家晚上当场那个就，我明显的看到他是有一些就是又恶化下来了，所以我就不想让他做这些事情。然后等到了5月3号当天又要求他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直接在旁边出言制止，我说我不允许。我说我不可能这个人我辛辛苦苦送过来，然后就是担心他会发生一些病情上的恶化，送过来以后你们让他这个干那个，最后导致病情确实恶化了。我说这件事情我不允许，就脑子上头已经开始就是非常强势的去拒绝这件事情了。拿什么大女主剧本？后来是我跟他在楼上，因为他休息一直是在楼上休息的，然后妹妹啪突然跑跟我说他的一些婶子啊姨子啊都聚在一起在那里讨论我。我说讨论我什么？他们说他们对我很满意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第一反应是问那你妈呢？他说我妈没有参与进来，没说什么的。但后来他是告诉我说他妈妈也夸我了。说他心肠很好，在众亲戚面前夸我了。就是因为我妈知道他是做保险这个行业，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偏见嘛。然后就是这次事情结束之后，就是到现在，因为家里有很多还有一些手续上的事情要办，然后我妈经常会让我去请教一下我这位朋友，就是我妈好像对他就是无形中建立起了一种信任感。我觉得这个变化其实让我还挺开心的。然后那我也很开心，我觉得好像他妈妈也对我的信任，但是还是没有想好说一定要跟他妈妈完全去讲出来。慢慢来吧。其实他生病的开始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最开始出现的症状只是腿上长了小红点，就感觉被蚊子叮掉的那种感觉。所查到的一些信息还是比较吓人的，他一定要卧床，然后卧床休养，就是最好一动不动。他看病的那一天的晚上，我们在应该是2个月前就买好了李宗盛演唱会的门票。他很喜欢李宗盛，他就想着李宗盛这么大的岁数，有没有下一场是不一定的。他说能不能搞个轮椅过来，我们晚上这个坐着轮椅去看李宗盛的演唱会。这其实是我第一次住院。24小时可能基本上都在病床上躺着，可能走路都走不了的时候，上厕所就必须得用尿壶。然后基本上就是中午的时候，因为他公司离医院还
不算太远，然后所以就是他中午会来一趟，帮我把水打上，然后把那个尿壶倒掉，然后晚上又来一趟，就是跟我一起吃个晚饭，再去打一脸盆的水，然后帮我身上擦一下。然后他因为身上有打着留置针不能动，所以就只能是我打好水给他擦全身。然后我是一个很粗心的人，就是在那个医院里是有那个床帘的，我经常床帘不拉在里面，我说脱还是擦，他说你给我拉一下床帘。以前我爸爸身体不好的时候，我看着我妈妈是怎么照顾他的，我就有时候会想自己身体不好会怎么样，然后就是我经常是嘲笑他的，我说你到时候老年痴呆了，就是我每天拿个轮椅推着你，就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年纪就已经开始拿轮椅推他了。推他去演唱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在说，我说天哪，这不是我们60岁生活的状态吗？可能60岁的时候还不至于这个样子，没想到提前让我们享受到了，就是这个感觉就非常的神奇，我觉得对你很抱歉，然后也很感谢你。然后感谢说过，然后你对我说，就是如果换作是你躺在病床上，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然后我想想，是的，当时是一个朋友，他跟我安利了很多期播客节目，我会觉得我跟床两个人也是能做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平时好像聊天也挺欢乐的。然后我们播客的名字叫六眼肥鱼，我们第一期是录了3次，对，第一期就是就整个过程就非常的不顺利，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再怎么对他不满意，我还是要把它发出来，就作为我们的开始吧。然后开始之后，我们给这个节目的预设是2周更一次。我当时在想，我说我们这个节目没人听吧，然后就可能做过几期以后也就断掉了，但是竟然可以就是录到现在第17期。我曾经一度想，我们2个人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我们之间的话都已经聊干了聊透了，已经没有话可以聊了。但是我发现我们在录制的时候还是可以去聊很多话，而且很多时候时间甚至都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有些事情甚至就是我分享的他也从来没听说过，他分享的我也没听说过。然后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有这种不同的观念碰撞的，因为就是在争吵中会得到一些新的结论，然后也会对彼此有一些更新的认识。到现在为止我们反而不太收听量好，我们可能会很开心，但是如果真的没有收听量，对我们来说也不是那么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就起码我们2个人在做播客的时候就已经就感受到快乐这件事情。而且其实虽然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变老，或者是我们老了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通过我们不断的聊天，不断的碰撞，可以在节目里面慢慢记录我们到10年到20年以后我们的生活，等到我们以后再翻到我们过去的生活去度过我们的老年生活，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而且就是我以后老了打开就一条一条的往下播。对，而且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记录嘛，不管是声音还是视频或者是图文，都是想要慢慢把我们的生活记录下来，让我们以后可以有更多的宝藏吧。然后我们2个人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我们不想告诉家里面的人我们买了房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想靠自己。然后就是，但是我们得考虑钱的问题。然后当时就，去找自己身边的朋友，就想办法想办法。但其实我们自己已经解决了一大部分，就是其实也是缺个小缺口而已。然后其实这个也是，就是没有买过房，你不知道它具体要花多少。我们光想首付是那一点，然后其实除了首付之外，还有税呀，还有其他7七8八加起来也是一大笔钱，我就完全没考虑那件事情。在我们搬到这边之后，就我们终于有了我们2个人独立的一个空间，所以我就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我每天就是上班的时候都想着我早点下班早点回家，就是我觉得这个家待在这个家里面让我感觉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他觉得有了这套房子就是好像有了家，然后我想了一下，我说应该不是，就在我的心里好像有我才有家。就是他在什么地方就是好像哪里是家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前几年的时候我回温州，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并没有感觉我回家了，
我觉得那里好陌生，而且我生活的非常的不自在、不舒服，反而是从温州回到杭州，回到我们自己的出租的那个小房子里面，我觉得好像我又回到了家里来。是说出租的那个房子就是家吗？我觉得也不尽然，就是只是因为那个房子里是我们2个人一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会对未来有更多的安全感，因为这个房子是我们自己买的，就是至少能够确保未来的10年、20年甚至更久，我们都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只要这个房子不拆，我们都是会待在这里面。就是我会觉得未来的拆迁更好。未来生活好像有了更多确定性吧。以前可能会有一种，因为我们都不是杭州人，就是算杭漂吧。然后在杭州，虽然说租房子也能有自己过上比较好的生活，但始终会有一种，就是我不归属于这个城市的这样一种感觉。但是现在在这边，我跟他成立了一个小家，有了自己的房子，我有一个随时确定能够回去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就挺好的。然后最近我甚至还在那边在问他一些这个怎么这时候要开始要纸巾吗？没有啊，就是一些很难以启齿的那些问题。我说，就是未来两个人中有一个人死了怎么办？就是如果是你先死的话，我好像就是我现在越来越感觉你先死的话，我无法一个人生活了。我说好神奇啊，竟然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跟他在一起越久，会越笃定我们2个是会一直走到最后的这种想法，这个是目前可以确定的。